Hello，我是 Lucas 这个视频呢将会示范怎么样去弄一个 e-receipt 收据在这个 PDF 的规则之下我们使用 WhatsApp 寄给这个收据给我们的客户整个过程呢只要用这个电脑的屏幕上就可以完成下面这些呢是它的一些流程。首先我们先来看我们必须要加进去这个客户的资料。我们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一次性的输入进去很多位客户另外一种是只需要输入一位客户的资料可能那个时候在某些时候使用者只需要寄一张收据给一位客户我们先来看这个在 browser 这里这一页呢是它的主页。这边上面这些 from to 还有 filter 还有这些columns 这些 box 这个是它的搜寻功能我们到后面的时候我们才来示范跟解释这个部分。我们先来看它的资料库里面，我们有5张的这一个 receipt 了我们在资料库只有五张这一个PDF 的收据再来看这一页，这个是我们这资料库里面只有3位的客户如果我按 refresh 还是只有出现3位客户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要加进去一些新的客户资料，我们就按这个 multiple add 我们这里可以选择了，可以2个客户一次性的进去10个的也可以看慢一点或者是20个的也可以看你的这个客户有几位了。为了节省时间呢，我在这里已经打了3位让我们容易来辨认，我就索性打 name 1 name 2 name 3然后它的号码是全部1全部2全部3打完之后我就按这一个提交提交过后他跟你讲说 item data insert 我就按 OK。 你看这里456，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输入进去的这一个资料如果只要增加一位客户的话我们就按这个 add， 然后呢它会出现这样新的一行ID 我们不用打所以我这边放红色的，系统它自己会帮你加。比如说我现在这里打 OK 打错了，我打 name 4啦，然后电话我就全部打4好了。之后呢我就按 insert， 这个 create 也不用打insert它就这样子进去了我们的这个资料库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刚才增加了一位新的客户，其实这个增加一位客户也是在这一个部分所以这个 live add 我们已经示范了这个 LEAD 其实是 live edit add 跟这个 delete clients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需要修改或者是把这个客户把它洗掉可能这个客户不再需要我们的服务了我们再来回来这边比如说我现在要改这个name folder我就随便按这个 column 我就打了然后我在外面只要不在这个 box 里面，外面随便click 一下，它就自动的帮你改了还有这个电话也是这个是电话也是随便改，随便打一下你要改的东西之后，在外面就click 一下，它就自动的帮你改好了下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洗掉delete 你就按这个 delete 它会跟你confirm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remove this OK 它就帮你洗掉了OK 下一步我们就来到这一个怎么去把这个 PDF 这个收据把它弄出来你看这里我们这个部分做了之后，我们就要选择这一个客户了选择客户之后，我们就来到这一页我们必须要fill in details， 把这些收据里面一些资料填进去之后呢，它系统里面会帮你起一个名字它有意思的
E 呢这边这个例子哈。E 是他的这个 ID 号码，这个是名字，然后呢什么科目啊，又他的服务是在哪一个月的哈啊，还有这个是日期啊，他用号码来代表，这边表示说2022啊5月29号哦。最后一个是时间啊，这边啊17是5点啊下午，然后42分，然后09秒这样子，它自动会帮你做一个PDF 的名字，让你知道说这一个 PDF 是属于的什么意思，什么时候弄的什么科目啊，是哪一个月的这一个收据啊，这样子哈。我们现在就来示范这一个部分。这样的客户之后哈，我们就要在这里选择我们要帮哪一位客户做出这个收据哈。这里我就选择了1号他 ID 1号 Lucas One 我就按这里有一个receipt 的这一个 icon 就按进去，它就会出现一个新的一个 window 它会跟你讲说 creating receipt for Lucas Wong 这里呢有一个简单的表格就提一下啦 select month of service 现在5月我就按5月 select class 比如说我选择 BI 然后英文然后item E 是什么？OK， 通常是 tuition 因为这一个当初的这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一间补习中心而做的一个收据我这里比如说我就打80块了item 2可能是 photostat， 我打10块2毛好了第3可能是其他了他没有写出来我这里就也打10块了，不过是10块3毛了item 4可以直接打进去这个是如果上面这些全部都用了，它还有一个 item 我随便比如说是 blank paper 白纸好了我打块2了之后呢我就按这个提交提交过后它就会出现一个这样子的 PDF 的规格的收据上面这个是日期 for service in May 5月2022给 Lucas One class 是英文这个 class 还有刚才我们所打进的80块10块2毛10块3毛1块2total 它自动会帮你计算所以这一张呢其实已经是全在我们的 server 上面了但是如果使用者他觉得他需要把这一张把它藏起来OK 你可以使用者可以在这里按一个这里面有一个键号其实是跟你讲说是 download 啦，你可以自己选一个copy 在你的电脑里面之后呢我们就来到这个下一步我们回来到这里等一下我们回到这个 pages 我们到最后一个了select client 然后又要选择这个客户，然后要把这个收据寄出去OK 其实这个是还有一个强大的搜寻功能OK 我们再回到这个 browser 里面去到第1页这里我先把它更新一下因为我们要看到刚才我们弄了一个新的 receipt 在这个按 Lucas One 我可以按 refresh 更新网页，或者是我直接按这个 filter， 它也是有这个更新的这个功能。所以刚才有5行，现在有6行最上面一行就是我们刚才所打进去的那一行你可以再检查一下刚才我们所打的一些资料如果这一位使用者他还要再看他的 receipt， 可以按这边有一粒眼睛再按进去，又可以看到刚才的那一个 PDF 的那一个方所以我刚才有讲它这个会帮你起一个名字根据我所设定它这一个名字呢就已经包含了这一个收据它里面的一些讯息如果现在我
要把或者是使用者了哈，要把这一个刚刚做的收据寄给这一位客户，那就按这里有一个飞机，也就是说放出去哈，我一按出去，它直接就联络到这一个WhatsApp 哈。哦呀，我刚才没有接进去哈，要等一下哈，等一下。OK， 接进去了，你看它直接就找到019828013，然后这边讯息已经帮他写好了哈。OK， 如果我寄出去，那这一位呢，他就收这个收据的人，他就会有这个他。如果这个收据的人，他按这个，他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一个收据哈然后他也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哈，或者是在手机上面呢，他就都可以看到了这样子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个。第一页主页那边因为一旦你的这一个资料库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一个搜寻功能第一个是date range 你可以打它的这一个日期的范围以内这个是全部是把它变成号码理由是如果你打这样子的话，它中间还要打一个 dash， 我觉得是很麻烦，或者是打这种的也是很麻烦所以我就说是全部把它变成号码，比如说这个2022-01-01其实是2022正月1号了这边有写出来正月1号这里呢from从什么日期到什么日期这里最早的一张你看这里有一个date with digit 是2019，所以它全部会显现出来。如果我现在我不要这一个显现出来2019我就打这边，我就变成2020好了这个呢我打多一点打0101啦范围大一点打完之后你就按这个 filter 你看这里是6行现在我要搜寻这个2019不在范围以内我再按 filter， 你看现在只有5行了，刚才那个2019的就不在里面了。或者再来做一次实验我现在打2021啦现在剩下4行为什么呢？刚才有一个2020呢它不在这个范围里面我现在再把它转回去一下因为还要示范是下面它的强大的搜寻功能这个是说你可以把它缩小这个搜寻的范围比如说你看这里有这个 ID 我可以说你看如果说有4个，我如果打1的话它就全部出来，但是我如果说我只要找OK name 没有得找了，因为名字是一样如果我要找 class说 BI你看它这里 BI 就进来了这个 BI 在这边或者是我再打其他的 man所以它是这样子一个这个操作方式你可以想办法打进去任何的一些相关资料所以缩小你的搜寻范围比如说这个item 1 keyword item 1 keyword 在这里你随便打 tuition 它就会 tuition 你也可以自己试试看所以它有4个这个 box 给你们去搜寻还有一些呢是相关功能通常我们资料库需要用到的，这个是说你要一次过你要显现几行下来了但是这里只有6，所以它只有只有1页啦，只有1页。但是如果你超过10的话，它这里就会出现第2页这边还有一个搜寻search， 这个是说你可以搜寻全部的这个 columns 这个也是给使用者方便的。比如说我现在打 Lucas 打 Lucas看一下看一下 OK， 它就出现了 Lucas 这样子或者是我再打随便我打 May 啦OK
哎，它就出现了没有这样子哈所以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搜寻方式，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方式啦。最后一个是这个 lead increase 有时候你可能这些你打进去的你不要了你不要在它。不要它再出现在我们资料库你直接按这个 delete 比如说刚才我们第一个我们不要的话，我们就按 delete 它也是同样的，它会跟你讲说 OK 恐分下哪它就没有了我们再来看这边，如果我打 filter 你看它现在只有剩下5行了所以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为止，谢谢。